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台湾的标普500指数 ETF 应该要怎么买。那这次的话呢，会介绍3档台湾的标普500指数 ETF，以及1档是海外型的 ETF。那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他们的 ETF 的名称跟他们的 ETF 的代号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分别是元大的标普500指数 ETF 00646，以及台新的标普500指数 ETF 009806，以及富邦的标普500指数 ETF 009814。那最后一档是我拿国外比较知名的一档 ETF CSPX 因为它是属于爱尔兰注册 ETF， 所以呢，它投资美国的标普500指数的话，它的一个股息税只有 15%。那我就拿它出来进行比较。那上市日期的话呢，元大的标普500指数 ETF 它是在2015年就上市的，那台新跟富邦的则是在2025年的最近才上市的哦。那 CSPX 则是在2010年上市的。那基金注册地，那前面这3档都是属于台湾注册的，那后面这一档的话就是属于爱尔兰注册的。那交易所的话呢，前面这3档就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的，也就是台湾的证券交易所。那 CSPX 的话呢，则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以你要购买的话呢，你就要能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才可以买到这一档 ETF。那基金规模方面的话呢，元大标普500指数 ETF 是这3档台湾的 ETF 当中呢最大的，它是来到了352亿台币。那台新的标普500指数 ETF 只有2亿台币，那富邦的话呢只有20亿，因为主要就是这2档 ETF 就是最近才上市的，所以呢他们的规模相对比较小。然后 CSPX 的话呢，它则是来到了4兆4100亿台币。那股价方面的话呢，前面这3档 ETF 就是在10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那 CSPX 的话呢，大概是764块，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觉得好像是它764块美元一股，好像很难购买。好像我自己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它有提供零股交易，所以呢，我可以购买 0.001 股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是殖利率方面，这前面这3档 ETF 都是会配息的。那元大跟台新的话呢，都是属于年配息。那富邦的话呢，则是属于季配息。那 CSPX 则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前面这3档 ETF 都说他们会配息，不过呢，他们成立至今都没有配息。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配，但是他们都没有配息哦。那 CSPX 的话，它则是属于累积型的。它在一开始创立这档 ETF 的时候呢，就已经规定了我们是不会进行配息的。也就是说呢，这些 ETF 呢，他们投资的这些股票，美国的500家企业，他们所配发出来的股息呢，这些基金拿到之后呢，都是直接纳入他们的基金净值当中，不会配发给投资人哦。那这样子的好处当然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呢，股息没有配出来，那我们就不会被迫的拿到这些股息。因为如果你的资产很大，你被迫拿到这些股息的话呢，你就要列入当年度的海外所得。那如果你一年赚了非常多的钱，可能你赚了好几千万，那这些股息你拿到身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麻烦，因为这些股息就是海外所得嘛，那就会被列入我们台湾的基本所得额当中，会被课台湾的基本所得税20%哦。所以累积型的 ETF 的优势就很明显嘛，因为我们这些股息就没有拿到，因为它直接纳入我们的基金净值当中，只有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这些股票卖出，然后获利了结，才要列入当年的海外所得哦。那再来是年度费用率方面，元大标普500指数的年度费用率呢，它的经理费是 0.3%， 保管费则是 0.06%。那台新的标普500指数 ETF 呢，它的经理费则是 0.3%， 然后它的保管费的话呢是 0.15%。那主要是因为台新的这一档009806，它现在规模只有2亿台币，那它基金的条件就有写，如果你的规模是在10亿台币以下的话呢，那它经理费就是 0.3%。但是如果你来到30亿台币以上的话呢，那你的基金的一个经理费只有 0.2%。那管理费的话呢也是一样，10亿台币以下的话呢是 0.15%。但是如果你来到30亿以上的话呢，那你的保管费呢就只有 0.1%。那富邦这一档009814也是一样，它现在的经理费是 0.25%， 然后它的保管费的话呢则是 0.11%。但是呢，随着它的基金规模上升，如果它的基金规模来到30亿台币以上的话呢，那它的经理费就会下降到 0.2%。然后它基金规模在持续的上升，来到了200亿台币以上的话呢，那它的保管费也会下降到只剩下 0.06% 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发现到，富邦跟台新这2档 ETF 新出来的 ETF， 他们的保管费跟他们的经理费未来可能会下降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台新这一档的话呢，最低它的经理费跟保管费加起来只有 0.3%， 但是元大这一档的话呢，它已经最低了就是 0.36%。那富邦这档 ETF 的话呢，它最低的话呢，则是 0.26% 哦。那海外的这一档 ETF CSPX， 它的年度费用率只有 0.07%。
那我自己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买台湾的话，那我会比较偏向于选择富邦的标普500 ETF，因为它现在的经理费跟保管费就已经跟元大标普500指数的 ETF 一样了，而且呢，它未来规模越来越大，那它的经理费跟保管费就会越来越低。但是如果我可以选择一个海外型的话呢，那我会选择 CSP， 因为 CSP 它的年度费用率是只有 0.078%，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最低的。那再来是所得归类方面，元大跟台新还有富邦这3档 ETF， 他们如果有配息的话，那这些配息全部都是属于海外所得。但是呢，如果你是单纯买卖这些 ETF 所产生的资本利的，也就是价差，那都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国内所得哦。那如果像是 CSP 的话呢，它不管是配息还是价差，全部都是属于海外所得。那我们的台湾的海外所得会列入基本所得额当中，那我们的台湾的基本所得免税额每一年的话呢是750万。那如果你自己的基本所得额超过750万的免税额的话，那多出来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就要缴交基本所得税哦。那基本所得税的税率的话呢是20%。好，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有使用美股券商来进行投资，好像是我自己是使用 IB 盈投证券这样子，如果你海外所得每一年赚超过100万的话呢，就要进行申报。那至于要如何申报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那相信对你进行海外所得的申报会有很大的帮助哦。那接下来的话呢，他们的美股股息税是怎么样课征呢？前面这3档 ETF 他们的美股股息税都是30%，那后面这档 ETF 的话呢，则是15%。那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人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们前面这几档 ETF，这4档 ETF，全部都没有配息啊，那扣美国的30%的股息税有差吗？我们就没有配息啊。那你觉得有没有差？答案是有差的。那我们这边来做一下税务层级的介绍。首先我们这些投资人投资这些基金拿到这些股息，它主要会经过几个税务层级。第一个就是证券所在国，然后再来就是基金所在国。这2个国家呢会对我们的股息进行课税。那我们直接来进行举例。首先 CSP 就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这个基金呢，它投资的这500家公司，他们配发股息给这个基金的时候呢，就会被美国政府扣征股息税。那这股息税因为美国跟爱尔兰是有税务协定的，所以这个股息税的话呢就是15%。那再来就是基金所在国，那这个基金所在国 CSP 就是爱尔兰。那爱尔兰政府对海外投资人投资爱尔兰的基金基本上是不会扣征股息税的。像是我们台湾的投资人一般的投资人，我们对爱尔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买什么房地产，没有持有任何的爱尔兰的资产的话，那我们投资这档 CSP， 那我们的股息税就是0%。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CSP 的话呢，就是在证券所在国就被美国政府扣15%，然后基金所在国的话呢是0%。所以呢，这边你可以知道，就算这档基金它完全没有配息给我们投资人，但是呢，这档基金在拿到它的股息，就它的成分股配发的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被美国政府课税咯。那像是我们台湾的00646也是一样，我们的证券所在国是哪里？就是美国嘛，一样也会被课美国的股息税。但是呢，美国跟台湾是没有税务协定的，所以这个股息税就是30%。那再来就是基金所在国，也就是台湾嘛。那台湾的话呢是没有股息税的，所以呢这边的话呢就是0%。那我请问你，00646它有没有被课美国的股息税？当然就是有嘛。因为它在证券所在国，在这些美国公司配发股息给我们的00646的时候呢，就已经被课30%的美国的股息税咯。No God！ 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节省投资标普500指数的股息税，还有免征美国的遗产税的话呢，那我强烈推荐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去用节税的方法去投资标普500指数 ETF。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4档 ETF 跟他们所追踪的指数，就是 S&P 500指数，它们之间的误差程度是多少？那你可以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话呢，我是从2026年拉到现在的4月份。那为什么只从2026年开始拉呢？因为富邦的这一档009814它是在2025年的12月底才上市的。所以呢，我才会只拉从2026年拉到现在。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CSP 它的一个绩效表现是优于 SP。 那 SP 的话呢，就是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一个代号，然后优于我们台湾的00646，再来是009814跟009806。那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主要就是 CSP 它拿到股息的时候呢，是直接纳入他们的基金净值当中，所以呢，它的股价就会比 SP 的一个指数表现还要优异一点，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嘛，就是已经纳入了这些股息。那 SP 的话呢，它是没有纳入股息的。那0046为什么会比较差？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费用率比较高，还有它的一个股息税的关系，所以呢就导致了它的一个绩效会略微输给 SP。 那其他的这2档 ETF 009814跟009806也是一样，同样的原因。那除了这些成本因素导致的追踪误差之外呢，当然也有这些指数公司他们自己管理的一个状况到底有没有效率，也是会影响到的。
好，那我们投资的时候都知道，如果我们投资相同一个东西相同一个指数的话呢，我们付出的成本越低，那当然我们拿到的报酬就会越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计算这4档 ETF 我们持有它们的成本到底有哪些。那我们看一下这4档 ETF， 首先它们的费用率的话呢，我都列在下面这一边。元大标普500指数 ETF 00646，它的费用率就是 0.36%。那009806则是 0.45%， 那009814则是 0.36%，CSP 就是 0.07%。好，那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殖利率在过去这几年表现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话就是我上网去查的，你可以发现到2026年到2015年，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殖利率大概是落在2%到1%之间。你可以发现到，在1990年的那段时间，美国的殖利率大概是落在2%到3%之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殖利率竟然这么的低呢？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现在的成长股就是一些科技股的权重比较高。那科技股这些成长股，他们就比较不会去配息，所以呢，标普500指数它的殖利率相对于过去来讲就是比较低。好，那我这边就拉一个平均值，我拉过去10年美国的殖利率的表现，那平均起来的话呢，大概就是 1.6%。那 1.6% 如果去扣上美国的 30% 的股息税的话呢，那就是 0.48%。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投资00646，那我们每一年的话呢，光那个股息税就让我们少了大概 0.48% 的一个报酬。那台新的话呢，也是 0.48%， 富邦的话呢，也是 0.48%。那 CSP 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爱尔兰注册的嘛，所以呢，它的一个股息税只有 15%。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它的绩效就是少 0.24%。那我们将基金的费用率跟他们的股息税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把它们加在一起，你就可以发现到元大00646的话呢，它的费用率加股息税1年大概就会让我们的报酬少了将近 0.74%。那台新的009806则是 0.93%， 那富邦009814则是少了将近 0.84%。然后呢 ，CSP 的话呢，则是 0.31%。那从这边你一定会发现到，标普500指数它的过去14季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9.5% 到 10% 之间。那如果光是你的一个持有的成本，好像费用跟股息税就吃掉了将近 0.9% 的话，这也就表示说，你投资标普500指数，你付出了100%的成本，承担了100%的风险，但是呢，你的绩效其中的1成全部都被拿去缴税跟付出这些基金的服务费哦。所以在投资相同的一个指数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强调它的持有成本跟它的税率一定要更划算，这样对我们投资人来讲的话呢，才是比较优异的。那除了我上面所讲到的费用率跟他们的股息税之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影响这些 ETF 我们应该要如何挑选的一个重点，那就是汇率。我们来看一个极端的状况首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VOO 的话呢，就是一档美国的标普500指数的 ETF， 但是呢，这一档 ETF 这个 VOO 的这个代号它有在很多国家都有上市，好像是第一档这一档 ETF 就是哥伦比亚上市的 VOO。你可以往右边看，你可以看到它的过去3年度的总报酬率竟然只有 41.86%， 那但是美国上市的则是 73%。为什么？同样都是追踪标普500指数怎么这一档 ETF 它的绩效差这么多？那当然就是因为汇率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美元跟哥伦比亚的披索他们的汇率之间的一个变化，你可以发现到这3年的时间，哥伦比亚的披索它的一个汇率是持续的升值，也就是说呢，1美元能兑换的披索呢是变少了。那这3年大概是减少了 20%， 也就表示说哥伦比亚这一档 ETF 它同样都投资美国的500大企业。假设这500大企业在过去3年完全都没有生长股价都没有成长的话，那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绩效哥伦比亚这档 ETF 的绩效应该要是 0%， 但是呢，因为哥伦比亚的披索呢它是升值的，也就使得美元这些股票它们换算成披索的价值的时候呢是下降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这一档哥伦比亚的 VOO 这档 ETF 过去3年的总报酬率会只有 41%， 大幅的去小于那种美国上市的 VOO。 那这个状况在我们台湾的标普500指数 ETF 会不会发生呢？当然是会发生。那我们这边就把我们台湾的最著名的00646把它给拉出来，去跟爱尔兰注册的标普500指数 ETF CSP 以及美国注册的 VOO 这档 ETF 来进行比较。首先我们看一下过去5年的绩效，你可以发现到00646它在过去5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4.67%， 那 CSP 则是 12.6%， 那 VOO 的话呢则是 13%。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00646
6066，投资起来绩效就比那种CSP 叉跟 VOO 还要好。那我干嘛要去投资这些海外的 ETF？我直接投资台湾上市的这些 ETF 就好啦。那不急，我们再来看一下汇率。那我们从2021年拉到2026年，那时候2021年啊，1美元兑换台币是28块台币。那现在的话呢，1美元则是可以兑换31.49块台币，也就表示说呢，这5年的时间，台币是属于一个贬值的状况，也就表示说呢，你投资同样的商品，我们台湾的0066啊，跟这些海外的 VOO 啊，或者 CSP 叉。都是投资同样的商品，但是呢，光是我们台币贬值，就会使得这些商品换算成台币的价值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比较多。那这5年的时间到底多了多少呢？答案是多了将近12%。因为28块升值到31.49块呢，就是增长了大概12%的汇率。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表格，你就会发现到00646它的一个5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14.67%，那 CSP 叉是12.6%，那00646的一个报酬率大概就是比 CSP 叉多了将近12%哦。所以呢，00646在过去5年为什么它绩效要比 CSP 叉好，主要就是因为汇率的关系。那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拉到10年来看，10年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元大的00646呢，它的过去10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变成13.3%，那 CSP 叉就是14.5%，CSP 叉是整整比00646高出了将近2%的报酬率。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一样，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汇率，你可以看到了。台币在2014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它的汇率大概是29块，那现在的话呢，则是31.49。你有没有发现到，台币是属于贬值的状况啊？台币贬值不是正常来讲00646的绩效要比较优异吗？为什么现在00646的绩效反而变得比较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00646它的费用高，再去加上它的股息税要被课30%，这就使得台币贬值这些利好啊，完全被吃掉之外呢，还不够。还使得它过去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幅的减少。那题外话，如果是 VOO 的话呢，你看到 VOO 它的一个过去10年平均年化报酬率是14.86%，那主要就是因为 VOO 它的这些股息是没有去计算那个美国的股息税的。那 CSP 叉的话呢，是因为它这些基金拿到这个股息的时候呢，已经被扣15%了。所以呢，它的一个绩效才会比 VOO 还要少哦。所以这也就在变相的告诉我们，如果你去投资 VOO 这档 ETF，虽然你看到它表面过去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14.86%，但实际上呢，你拿到的报酬率是肯定没有14.86%，因为这个 VOO 它配息给你的时候呢，还是要被课30%的股息税哦。好，那讲到这边，这些绩效差了这么的一点点1-2%。长期下来会差很多吗？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10年前我们有1000万分别去投资了00646跟 CSP 叉，那投资00646的1000万呢，现在就会变成3490万增长了将近2490万是非常的多。但是如果你是投资 CSP 叉的话呢，你的1000万会变成3870万，这两者CSP 叉跟00646的一个报酬差距就将近380万。那这380万你可以拿去给你的小孩当做他买房的头期款，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去买一台全新的宾士 SUV GLC 系列的所以讲到这边的话，大家会发现到我们投资这些标普500指数的 ETF，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去注重它的一个持有的成本，那成本越低，我们才是拿到的越多。好，那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这4档 ETF， 你比较喜欢投资哪一档 ETF 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那如果你觉得留言很麻烦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点赞以及订阅，让我知道呢你喜欢这期影片，这样我就会制作更多相关的影片来跟你分享哦。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表格呢，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领取，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哦。那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税额每一年的话呢是750万，所以如果你的基本所得免税额所以你要缴到基本所得税所以如果你要缴到基本所得税20%，